民女参见皇上。你的胆量倒真的不小，竟然还敢进宫。我来是想跟皇上谈一笔买卖。买卖？想必皇上也知道，你们所得到的不过是那半颗解药，而另外半颗在独孤远手中。自从地龙翻身以后，他独孤园的人力财力都已损失大半，如今也只相信我一个人，所以也只有我才能偷出那解药来。这就是你表达爱的方式吗？真不知道是该为独孤园伤心，还是该为自己笑。既然这样，你不妨说说交换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那15座城池。区区15座城池，对于皇上的性命来说，只不过是9牛1毛。他独孤园想要复国多年，已成魔怔，明炼宫就是他唯一的退路。可如今这明炼宫已经损毁大半，他所受的打击也不小。皇上，如果这时你给他几座城池，让他过一过土皇上的瘾，皇上的性命也就能保住了，而且还能和秦柔双宿双飞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真是异想天开，这半壁江山竟变为15座城池了。想法虽然天真，但你对独孤园也可谓是痴心一片了。想不到你如此自私寡情之人，竟然也会对他不离不弃，如此为他着想。不过妙手难医命中之人，佛陀难渡无缘众生。朕若命不该绝，自会化险为夷；而你们若是真有缘，他迟早有一天会明白你的心意。所以你的这个要求，朕是不会答应的。你走吧。皇上，皇上难道连自己的性命也不顾了吗？朕的性命，朕自己会想办法。不过，朕看你倒也是个可怜之人，会一直以为得不到的东西是美好的。可你对独孤园毕竟了解太少。莫怪朕的提醒，当有一日，你有足够的时间与他相处了解之后，你或许会发现，他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朕最后还是要奉劝你一句，好自为之吧。皇上，皇上，请您考虑考虑。皇上，走，皇上，快走！皇上，皇上，近日城郊多地突发疫情，得病者浑身发热，并伴有伤风的症状。轻者需要卧床静养，重者则性命堪忧啊！此病传染特别迅速，一人得病传染一户，一户得病传染一村呐！朕早已料到会如此。皇兄，老尚书言之有理啊，我们不如效仿前朝旧制，找一些空置的房舍来作为伏击院，将那些发热的病人安置到那里，交由太医院照顾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你们速速去处理吧。慕容依雨，看看眼前发生的一切吧，你还能做些什么呢？你什么也做不了，你只不过是攀附在颜齐身上的一朵花而已。来人呐！在。吩咐下去，
从今日起，不论任何人来求见，都说我身体不适，不宜见客。是。那皇上呢？他应该是不会来了。就算是他，我也不见。是。皇兄，何事如此匆忙？坊间出现了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尽快禀报你才是。讲。数日前，坊间出现了一群奇怪的道人，他们替那些患发热症死去的病人在家里开坛做法，送去符水，并且还不收钱。他们说什么万物皆为生灵，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行善积德。臣弟觉得此事蹊跷，所以前来禀报。送去的不是急需品，而是几碗符水，而且还不收银两。正是，这件事臣弟也觉得奇怪。他们那些道士嘴上虽然说不收钱财，但是那些百姓白白得到了好处，哪有不付出的？他们当中就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就到处宣扬功德。虽然说现在这些道士还没有什么大的动静，但是已经颇得人心了。我担心以后会有人从中钻空子。只凭几个道士几碗符水，就能蛊惑人心，真是可笑啊！愚民啊，愚民！青瑶，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最近呢也是听到了一些风声，说他们组织集会什么的，会上呢倒是没说什么反对朝廷的话，也就是祈福传教罢了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最近事态不太好，又发生了灾祸，人心难免会有所浮动，所以百姓就被他们借机蒙蔽喽。这也正是臣弟担心的地方。他们抹黑朝廷功绩是小事，但是以后成为老百姓心中的依靠，那就是大事。将来必定会蛊惑百姓，并大做文章。倘若此时把他们抓了起来，老百姓心中又肯定不满。真是棘手啊！这些日子就辛苦诸位道长了。为国分忧，为民祈福，我们只是替天行道而已，何谈辛苦啊？道长大仁大义，在下很是佩服。这是在下的心意，还望道长收下。以后独孤就仰仗道长了。哎呀，独孤公子，您太客气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这几日还望几位道长再辛苦一下。好说好说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告辞。慢走。谢延启，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对策。